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就要上市了，发行价150块钱一股。很多国内的老韭菜们都觉得宇树科技将会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普通家庭，让机器人可以在你的家里帮你洗衣服、做饭、扫地、做各种家务，甚至还可以帮你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人。最后，各个人形机器人公司的股价就会一飞冲天，市值突破万亿甚至几万亿人民币。不过这次我先把我的观点放在最前面。我的观点是，在5年内，人形机器人公司将会成为收割股民韭菜们最锋利的一把镰刀之一。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各位韭菜们，类似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吗？在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你们回忆一下，当年也是这样讲的故事，简直一模一样。当时说以后人类的能源结构一定会改变，中国政府呢又公开提出了著名的双碳目标，大力补贴和发展新能源。所以像隆基绿能这样的光伏龙头啊，市值就一定会暴涨。韭菜们的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现在到了2026年了，你看看现在隆基绿能的股价都跌成什么鬼样子了，天天跟你们这些韭菜一样的颜色。还有当年说要发展新能源汽车，中国呢将会用电动车实现弯道超车，然后超越奔驰、超越宝马、超越一切发达国家的新能源品牌。而现在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几乎没有一个赚钱的，净利率普遍都跟银行的存款利率差不多，甚至还不如银行的存款利率。那么现在又轮到人形机器人了，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宇树科技了。因为宇树科技在春晚上表演过，成功吸引到了观众们的注意力，所以就一夜走红。我前面说过我的观点，在5年内，人形机器人公司将会成为收割股民最锋利的一把镰刀。那么作为国内人形机器人龙头的宇树科技，到底存在哪些风险呢？人形机器人这个东西当前遇到了哪些瓶颈？如果行业将来突破这个瓶颈的话，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详细聊聊宇树科技这家公司的前世今生，以及将来最可能的结局。你如果想了解宇树科技这家公司以及人形机器人行业啊，看我这一个视频就足够了。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叫王星星，199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是个90后，从小就喜欢动手搞小制作啊，经常用一些废料搞出一堆小的发明创造出来。据说他上学的时候偏科非常的严重，中考的时候英语只考了28分，差一点就没考上高中。王星星自己说的，就算上了高中以后，他的英语考试一共就及格了3次，但即便是偏科偏得如此严重，他还是考上了浙江理工大学。在中国念过书的都知道这有多么的不容易，因为语文、数学、英语是中国学生的3门主要科目，占分数是最多的。并且从他偏科的这个细节，咱们也可以推断出来2件事。第一，王星星这个人的父母很可能就不怎么管他。如果王星星的父母跟其他传统中国父母一样啊，英语一旦考了28分，那早就急眼了，会给孩子施加各种的压力，让他去强行的填鸭式的去补习英语。只要是正常智力的孩子，在强行补习完英语以后，就不可能不及格。当然，也有可能是王星星这个人从小就叛逆，不听家长的话。所以就说到了第2点，你别看王星星这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看起来有点腼腆，但是他骨子里边很可能是一个很执拗，并且很有主见，甚至是有一身反骨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英语一直不及格，面对来自老师的压力竟然无动于衷。在中国上过学的都知道，英语这个东西你只要花点时间背背单词，也不至于考不及格的。所以王星星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即便是顶着考试不及格的压力，也压根儿就没花时间去做英语作业、背单词或者是学语法。而且父母呢也不管他。在中国，父母没有强行干预孩子，那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所以这2点呢，大概就是王星星这个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了。那上了大学以后啊，王星星就开始系统的接触机器人了。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背景，在2010年前后，人形机器人和4足的机器人技术远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门。当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机器人技术比较领先的是美国的波士顿动力、日本的本田，还有欧洲的一些机器人实验室。所以在那个时候研究机器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方向，就好比今天的大学生天天去研究如何在火星上种植咖啡一样啊，非常的非主流且不切实际。所以当年王星星选择机器人方向跟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去选择机器人，并不是因为当年机器人有风口，况且在那个年代呢，也不存在所谓的机器人风口。他选择研究机器人，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喜欢。就好像上中学的时候喜欢数理化语文，那就只学数理化语文；不喜欢英语，那就一点也不学，最后就导致偏科非常的严重。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大疆公司，但是由于他在上海大学读硕士的时候设计了一款机器狗，这个机器狗呢叫做 X Dog。凭借了这个机器狗，他获得了上海机器人设计比赛的奖金，然后还吸引了一些风投的注意。于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王兴兴就开始创业。2016年8月份，王兴兴创立了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后，他用了1年的时间设计并完成了另一个4足机器人，叫做莱卡狗。到了2019年，宇树科技呢又发布了另外一个机器狗，叫做 Alien Go。这个机器狗呢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动力系统，轻量化做得更好，并且还采用了一体式的机身设计。据说这款产品在当年呢就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了。2020年1月份，宇树科技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CES 展上又正式发布了一款性价比更高的机器狗，叫做 A1。这个机器狗的特点呢，就是小巧灵活，爆发力强，最大持续户外奔跑速度呢可以达到11.9公里每小时，跟一条真狗的走路速度差不多了。然后在2021年，24只宇树的机器狗打扮成牛的模样，首次在春晚上进行表演，表演的效果很好。然后在2025年春晚宇树的人形机器人穿着花棉袄扭秧歌。2026年春晚，宇树的人形机器人呢又开始直接表演武术了又是翻跟头，又是扫堂腿，还耍双截棍。中间呢还有一个个子更高的机器人还玩剑这个时候好多人就说了，这个节目就是春晚上唯一让人感觉震撼的节目。科技进步这么快，以后那些没儿没女的老人再也不用担心养老的问题了。所以人形机器人就是下一个风口，今后市值一定会暴涨。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人形机器人当前的行业现状，以及宇树科技这家公司的护城河都有哪些。等你了解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就会成为半个内行，再见到这些人形机器人也就见怪不怪了。当介绍一个行业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讲明白3件事。第一，从哪里来，也就是机器人行业上游都是有哪些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提供哪些零件，对于机器人来说哪些是最贵的，哪些是最重要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到哪里去，也就是这些机器人厂商的客户在哪里，他们会把机器人卖给谁，这些机器人会派上什么用场。第三件事情就是都有谁这些供应商都是谁，谁在参与这场游戏。在我看来呢，现在的人形机器人跟10几年前的新能源车非常的像。中国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核心原因并不是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强的人工智能，而是中国现在拥有了几乎全世界最完整的机器人制造供应链。其中人形机器人上面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我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些零部件的供应商都有谁。第一个是精密减速器，这也是机器人关节的核心。机器人的手和腿想要变得优雅且有力量那就离不开精密减速器。其中谐波减速器是当前的主流路线。这种减速器呢，一般藏在机器人需要旋转的关节内部，非常的紧凑，并且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扭矩。它的原理呢是中间有一个椭圆形的波发生器，这也是电机的输入端。波发生器由中间的轮毂和外面的薄壁轴承组成。谐波发生器的外面呢套了一个可以发生柔性变形的柔轮，柔轮的外面有齿轮，套上以后呢，这个柔轮也会被撑成椭圆形，然后柔轮的外面再套上一个圆形的钢轮，钢轮的内侧呢也有齿轮。那么这样一来，齿轮呢只有在椭圆形的两端才会啮合。钢轮内侧的齿轮与柔轮的齿轮呢，必须要做到不一样。通过改变齿轮的数量，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减速比。比如柔轮是200个齿，钢轮呢是202个齿，那么减速比呢就是100:1。输入端旋转100圈，输出端呢正好旋转1圈。可以说减速效果非常的好，并且整个结构呢还非常的紧凑，非常适合在机器人的这个身上用。但是这个东西制造的难度很高，对精度和设备的要求也很高。日本呢有哈莫纳科、尼德科辛堡，
并且日本的谐波减速器一直占据高端市场。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是绿地谐波、来福谐波，这两个呢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呢也是语数的供应商啊，有浩智机电、同川科技、中大立德等等公司。第二个核心零部件呢是伺服电机啊，这也是机器人力量的来源，相当于人的肌肉。机器人运动的本质就是电能让电机旋转，电机旋转带动减速器，减速器让转速降低，扭矩增加，最后就变成了机器人关节的运动。机器人上面用到的伺服电机必须要提供非常高的功率密度，体积还得小，还得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这种伺服电机跟刚才咱们讲的谐波减速器相比，电机的制造难度显然更小。日本的安川、三菱、松下、尼德科，还有德国的西门子、博士利士勒，法国的施耐德，美国的科尔摩根、穆格、派克等等啊，还有中国的汇川和明治，都是可以提供机器人上面的伺服电机的啊。其中这个汇川公司呢，还给新能源车提供动力电机。人形机器人的第三个核心零部件呢是空心杯电机，这个东西是机器人灵巧手的核心啊，也是人形机器人上面最贵的东西之一。大家都知道，常规的电机是由定子和转子组成的，其中转子中间都会有一个又重又厚的铁芯，铁芯上面缠绕着一个绕组，绕组旁边是磁铁，这样一通电呢，电机就可以旋转了。而空心杯电机呢，就是把中间这个又重又笨的铁芯直接给去掉了，然后把绕组绕成空心的结构。这样一来呢，主要带来了3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重量变轻了。对于机器人来说，重量轻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没有了铁芯带来的铁损，提高了电机的效率。第三个好处呢，就是空心杯电机没有铁芯以后啊，转动的惯量就小很多，可以做到说停就停。你像普通电机的延迟最多做到100毫秒，而空心杯呢可以做到28毫秒以内。这3个好处呢，对于机器人的灵巧手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没有空心杯电机就没有机器人的灵巧手。但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空心杯电机。这个小东西批量生产的难度也同样非常的高，良率很低。因为电机没有铁芯以后，支撑、固定以及增加磁通量的工作就都交给这个铜线的绕组了，而且绕组呢还得对抗离心力，所以空心杯电机的绕组必须得足够坚固才行。原理呢听起来都很简单，你甚至也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这个直接给造出来。但是如果想要大规模批量生产出来，还要保持产品的一致性，还要保证良率啊，那么难度是非常高的。这个绕组怎么缠，用什么机器缠，如何保证可以接受的良率，这就是当前空心杯电机行业的核心壁垒所在了啊！所以空心杯电机的价格非常的贵。国产供应商提供的空心杯电机呢，怎么着也得1000块钱左右一个。如果从海外进口的话，那成本呢也得在2000块钱以上了。所以空心杯电机呢是人形机器人灵巧手里边核心中的核心。目前空心杯电机的主要供应商不多，海外呢有瑞士马克森、德国福尔哈伯，中国国内呢主要就是明治电器。但无论性能还是质量，目前国产的空心杯呢还是不如海外的。人形机器人第3个核心零部件，那就是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东西可以让机器人产生推、拉、踢腿的动作，类似于人类腿上的肌腱，属于高端精密直线传动机构。在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上，行星滚柱丝杠的单价成本是最高的，达到了833美元，也就是大概5600块钱人民币一个。你像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的腿上和手腕上都用到了多个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东西虽然是纯机械结构，但是技术壁垒却非常的高，价格呢也非常的贵。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东西呢，原理同样也非常简单。中间的丝杠充当太阳轴，然后一圈螺纹滚柱呢，像行星一样环绕中间的这个丝杠，在工作的时候同时自转和公转，像太阳系里的行星一样。然后电机带动螺母或者是丝杠旋转啊，然后呢滚柱啮合推动丝杠做直线伸缩运动，最后把电机的旋转力转化成直线的推力，最后机器人就完成了相应的动作。那有人就问了，明明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会说制造难度很高呢？机器人身上的行星滚柱丝杠需要同时满足极高的精度、极高的承载力，还有体积要小、寿命要长。那要实现这些指标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材料问题。行星滚柱丝杠对材料和热处理工艺的要求非常的高。
机器人的运动会频繁的启动和停止，所以必须要做到高强度和高耐磨。第二个呢，就是加工的精度。行星滚柱丝杠的螺纹不能使用普通的基床加工，需要使用高精度螺纹磨床。这种磨床呢，那都是德国和瑞士生产的，一台价格上千万，并且交付周期1年起步。如果螺纹的精度不够，就会造成螺距波动、牙形不对称、运转卡顿、受力偏窄，并且单根螺母的磨削工序就需要40到60分钟，整套丝杠大概需要10到20道工序，单件加工时长可能就得好几个小时，再加上最后还有良率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的产能一直很低。影响行星滚珠丝杠产能的只有国外进口的高精度磨床，相当于这些高精度的磨床的产能直接决定了高端人形机器人的产能。如果真的想要让人形机器人以后可以下工厂去干活、去扛麻袋具备像人类一样的负载能力和可靠性，那么行星滚珠丝杠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没有替代方案。或者换句话说，不使用行星滚珠丝杠的机器人呢，就好比未成年人的体力由于负载太差，那根本就没法下工厂去干活，哪怕是在家里边做家务照顾老人也是非常吃力的。比如在春晚上最火的语数 G1 机器人也就是那个个子最小的那个银色机器人，它就没有使用行星滚珠丝杠所以 G1 机器人呢，用途只能用来表演不能拿去干活。但也正是因为语数的机器人没有使用行星滚珠丝杠才可以把成本降下来，然后把产量提上去，从而最后提高了影响力，融到了资，也上了市。我们的技术方向其实跟特斯拉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公司没有用什么行星滚珠丝杠这些东西吧。这个其实是有很多还是比较笼统的一些技术吧，包括一些关键电机包括驱动方式、电控系统整个机械结构、整个电机的布局其实我们跟特斯拉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吧。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大，就是我们的方案，你可认为更加的适合量产，并且成本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可以做的更低，更适合量产吧。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潜力也会更加大一点。当然还有一种非主流方案，那就是大规格的重载 RV 百线减速器加大功率旋转电机的方案。这种方案呢，也能让机器人干活，比如波士顿动力就是这种。但是这种方案呢，比丝杠方案的成本更高体积也更大，重量也更大，当前大家呢是都不看好的。所以各位知道了吗？今后行星滚珠丝杠这个东西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关键零件，只有让它的产量提上去，价格降下来，人形机器人呢才可以真正具备一个有力量的身体。目前从全世界来看，可以提供高品质行星滚珠丝杠的供应商呢，一共就这么几家。第一梯队是瑞士的 Rovis 公司，还有瑞典的 Evlix 公司，德国的博士利士勒，他们做的丝杠品质呢，那都是最顶级的，是绝对的龙头。第二梯队呢是日本的 NSK 和 THK， 还有台湾的上银科技。目前中国的丝杠供应商也在快速追赶，比如南京工艺、博特精工、秦川机床、贝斯特，还有五洲新春等等等等都可以生产，但是品质良率等等指标上，目前还是不如海外的这些供应商，所以这些就都属于第三梯队了。不过只要是高精度磨床管够，那么加工丝杠的水平以及产量早晚都能赶上来。刚才咱们说的人形机器人身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一些硬件，其中最难制造的就是行星滚珠丝杠，其次呢是空心杯电机。不过这些硬件说到底无非就是产量和成本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一定能解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东西不一定能解决，比如机器人的大脑，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 AI 能力。首先，语数科技的创始人王星星，他在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专业，可以说跟 AI 人工智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很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 AI 技术是最先进的，什么样的是最好的，所以只能是高薪招聘一些比较好的 AI 人才来帮助他开发模型。语数科技的身体有了，但是大脑的智能几乎等于没有。这一点呢，他们自己也是知道的。比如语数科技在这次招股说明书的风险提示里面写的就非常清楚，人形机器人使用的大模型一共有2种，一种叫做具身本体智能模型，另外一种呢叫做具身大模型，经常被分别类比为机器人的小脑和大脑，所以这2种模型呢都是必不可少的。小脑能力呢，主要是让机器人具备高稳定性、高复杂度的全身灵巧运动的能力，也就是让机器人运动起来更灵巧。
而大脑的能力呢，就是让机器人具备理解环境、感知意图、自主决策、任务执行等智能交互的能力，也就是让机器人真正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思考能力和大脑神经。他们在这个招股说明书里还说，在机器人小脑能力方面，宇树科技已经是全球领先了，但是在机器人的大脑能力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呢，都还处于测试研发阶段。如果宇树公司或者是全世界对于机器人大脑能力的技术开发没有取得重要进展的话，那么将会使得人形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进程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招股说明书里说这么多，我总结就一句话，那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能力将来能不能成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也不知道。万一没有突破的话，那么人形机器人就不能去物理世界里边创造价值了，机器人就干不了活，做不了家务，更照顾不了老人和病号了。那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宇树公司在上个月发了一个他们机器人的演示视频，视频里边显示他们的机器人可以按照主人的语音指令在家里干活了比如让他从地上捡个枕头，从抽屉里边拿一盒药，把脏衣服放到脏衣篓里边，看起来人形机器人都已经学会干活了，已经非常聪明了。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在招股说明书里边说的这么严重呢？技术是技术，演示归演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机器人大脑技术到底难在哪里。你听完以后就能理解了，理解了以后呢，以后再看到这种演示视频就不会觉得神奇了。很多人之前说 DeepSeek 很聪明直接把 DeepSeek 装到机器人的大脑里边不就行了吗？实际上并不能这样。DeepSeek 包括豆包、ChatGPT 等等这些模型呢，都是语言大模型，他们擅长的是写文章、对话、总结信息、推理文字等等。而人形机器人呢，必须要解决我在哪里，我看到了什么，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应该如何移动身体，我的动作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等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你像豆包DeepSeek、ChatGPT 这样的语言大模型，为什么可以进步这么快原因很简单，因为全世界有几十亿的网页、数十亿的文本，还有大量的图片和视频，这些都是现成的数据，都可以投喂给模型进行学习，让语言模型呢不断的修改和完整它们的算法，最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人形机器人需要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呢？假如说机器人想要拿起一个杯子，那么它就得知道不同的杯子的重量、不同材质的摩擦力，机器人的手指应该用多大的力量，以及杯子倾斜会不会把水给洒出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数据在互联网上是没有的，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大模型需要的是海量的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你像一个人类从出生到成年，这连续几十年不间断的对视觉、触觉和动作上的反馈，比如说你小时候如果被狗狠狠的咬过那么你的大脑呢就会获得狗会咬人这个数据，那么你以后每次遇见了狗都会心生敬畏，都会尽量离狗远远的所以呢，来自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严重不足，是限制人形机器人发展最核心的因素。ChatGPT 之所以这么聪明，那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人类几十年以来积累的互联网文本和图片数据来进行学习。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进步神速，也是因为全世界有数百万台特斯拉可以不间断的给 FSD 投喂海量的驾驶数据，让 FSD 呢越来越像真人开车。我们在宇树科技发布的视频里面看到宇树机器人可以捡枕头、摇病床、从抽屉里边拿药，很可能就是因为宇树机器人的大模型团队在这一个固定的房间里边已经训练了无数次了，可能换一个枕头、换一张病床、换一个抽屉，机器人就不认识了。所以截止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把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现状以及从哪里来的问题解释个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呢，再看看人形机器人到哪里去的问题。如果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能力将来能够被突破，那么他们的应用场景呢，就和整个人类工作的场景就完全一样了。你可以站在柜台上卖珠宝，机器人也可以；你可以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那机器人也可以；你可以去送外卖，那机器人当然也可以。所以将来一旦这个技术节点被突破了，也将会是整个人类进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笔。到时候大量的人都会失业，到那个时候你失业了，想去送外卖都送不了了，因为人家外卖平台直接买机器人会更划算，除非你的工资比机器人的费用更低更便宜。
所以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大模型的技术突破呢，对底层的老百姓来说将会是一场科技灾难。但是现在机器人大脑能力和电池的续航还都差得很远啊。那么现在这些人形机器人都卖给谁了呢？还是看宇树科技的招股说明书。在2025年1月份到9月份，宇树科技的营业收入为11.6亿元啊，毛利率呢将近60%，净利润为1个亿。在2025年以前，宇树科技呢都是主要卖4足机器人，也就是机器狗。到了2025年1月到9月啊，然后人形机器人的销售收入呢第一次超过了机器狗的收入。然后他们也在下面也说明了主要销售方式和渠道以及重要的客户。他们说啊，他们的产品深受学术界与科技企业的广泛认可和使用，代表客户包括众多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以及行业领先的科技公司啊。说白了，宇树科技这家公司所生产出来的机器人都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给买了去当教学用具了。还有一些科技企业也买了啊，我猜着应该是用来拆解研究啊，有可能他们想复制和抄袭宇树机器人。日本工程师亲手拆解中国宇树 G1， 看完直接认输。最近，日本权威科技媒体日经 X-Tech 专门找资深工程师，把我们中国的宇树 G1 人形机器人从头到脚完整拆机解剖研。老牌机器人强国日本最终坦言，短期内根本追不上中国。要知道，日本可是人形机器人的鼻祖。几十年前的本田 Asimo 惊艳全世界，一直是行业标杆。但这次亲手拆开国产机器人，日本工程师彻底看懂差距在哪。拆机全程，他们全程惊叹，连连感慨。最简单的细节，就连机身的螺丝都做得极度顺滑，公差极小，品控精度完全超出他们预期。不过总的来说呢，目前宇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非常贵的大玩具，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最多呢用来跳跳舞、打打拳之类的。所以甭管宇树科技上市以后，公司市值是突破1000亿也好，突破2000亿也好，在我看来呢，全部都是炒作上去的泡沫。因为第一，现在的机器人没有任何的智能可言，电池续航呢也都很差，普通人不会买来干活用，所以现在营业收入的上限非常的低，增长空间非常有限。第二，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件几乎全部都可以从供应链里边买到，这一点呢跟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护城河。没有护城河的话，那么到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价格战，而价格战会带来利润的暴跌，最后变成一个垃圾行业，大家都不赚钱。第三，人形机器人的硬件和具身本体智能模型，也就是小脑技术并不难，难的是大脑。假如说将来有一家公司，咱们就给它起名叫做 A 公司吧。A 公司如果攻克了机器人大脑的技术瓶颈，那么这家公司很有可能就会拿走整个行业大部分的利润。因为制造机器人的公司呢，会购买 A 公司的大脑模型，而 A 公司呢，就相当于是机器人公司的上游，将会拥有超高的定价权，从而严重挤压下游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的利润。所以说到最后，人形机器人总的来说呢，不是一门好生意啊，股价暴跌是迟早的事儿。各位如果中了签呢，赚到钱赶紧就走啊，离得越远越好。当 A 公司出现的时候，再回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也不晚。好，我今天呢，咱就说到这儿啊。下次还希望我讲什么公司，可以在视频底部留言，咱们下次再见。